2年没有见面，对吗？但我 meet 他的时候，right， 我就这个是谁？我看窗外面哦，对我开始流泪。Hello，欢迎回到 Kaki Chat， 我是杰斯，我是 Sue， 我是 Deborah， 我是 Gerald。今天呢，我们聊一个很有趣的 topic， 就是 long distance relationship LDR。OK trauma， 所以先问一下，你们都是可以接受远距离恋爱的吗？可以，因为没有办法你之前经历了几年，3年，哇，本来应该是2年的，但因为 COVID 就加多1年。我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我是 trauma survivor， 我觉得我经历了远距离恋爱，我真的不可以。其实我见到我的老公的时候，我 nearly break up， 我不要再做到底了。开始拍拖的时候，听他几个月，突然间我的公司跟我说你要去越南2年，所以我就跟我的那时候男朋友的老公，他说我们分手吧，我不可以的，做一个 LDR， 不可以，我不可以再做这种事。突然间越南的 COVID 再爆发。所以我老板那天就跟我说，我有东西跟你说，你不会去越南的。我老公在我旁边，哇，太好了！因为我的 love language 是好像physical touch and quality time， 我需要好像脸对脸。我是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没有看到我就忘记了。就是 love language 应该很重要，对于那个 LDR 来说，你的 love language 是什么？哦，我也是 physical touch， 有时候你要一点 ，you know， 什么？I don't know。你要一点性感时间。等一下，你是讲 LDR 的时候？对。OK。一个人的时候。没有 OK， 我们都是成年人。OK。我们好快。So physical touch 是我的 love language， 所以那个是个问题。Gerald， 你可以接受吗？我不是所有的 LDR 都能接受，也而且你之前是不是上那个中国的那个恋综？是。所以你当时候是飞去那个中国参加的时候，就是 expect 可能会有 LDR 的吗？我就不能说我上节目之前我完全拒绝所有异地恋，那我上这个节目完全没有意义。我上节目之前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我觉得 LDR 可以，但是要有1、2个条件了。第一个条件是你不能刚在一起就 LDR， 你需要有一点时间来打好这个基础。然后第二点是你的 LDR 一定要有一个截止日，就是一个合理的截止日。觉得 OK， 可以尝试，可以甚至可以是一个对你们2个关系一个不错的测试。哇，讲得很好，讲得很好，他有背的，他有练的 ，Oh my god， 我认同，对，我真的认同。因为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倒数的日子。你要一起倒数，但你们就好像很艰难的时候来，你们就想 OK 不要紧，还有多1年来我们就不会痛苦了，所以我们撑下去。所以我有 LDR 是因为那时候我的男朋友工作，也需要出国去美国不过我很早期就知道了，因为是 Air Force，所以他一去当兵的时候，他就懂 OK 他要去 Air Force。我们还在上学的时候，他就已经跟我讲，他想去这个 mentally prepared。对，可是他跟你讲的时候，你不会考虑我觉得我不要 LDR， 所以我要分手。不会耶，因为OK， 每次人家这样讲我不明白，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可以 LDR， 是因为你不可以离开这个人，很痛苦但你分手是永远的，但你不是永远痛苦，因为我要的性感时间呢是跟这个人，不是性感时间而已。OK， 谁都可以。哇，第一次见面就跟你们讲这些，不好意思你的性感时间。妈妈，如果你在看，我不认识的，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Gerald 之前是因为什么 LDR？ 其实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原因。我之前的基本上所有的感情里面都有经历过时长时短的 LDR。第一任是因为他不是新加坡人，然后我们当时他各自毕业了之后，他的学生签证到期，然后他回去的时候我们就 LDR 了差不多6个月。现在如果你问我的话，我是99%是抗拒 LDR， 就算有这个 LDR， 就算有这个2个基础条件，因为我在澳洲留学的时候，我看过太多事情了。在那里很多情侣 LDR 的情侣，很普遍的在澳洲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在家里有一个男朋友或女朋友。哇，在自己的Yes， 在自己的国家。我当时有3个朋友，就我们4个人一起经常玩，2男2女。然后我不知道，但是这个
男 A 跟女 A 他们是炮友，然后我发现女 A 有男朋友的，在她的国家。有一天我就收到这个女 A 的电话说，Gerald 你能来帮我一下吗？我在这个男 A 的房间外面，他抢了我的手机，他就大哭特哭。然后我发现男 A 在跟他做东西的时候之后抢了他的手机，然后发消息给女 A 的男朋友，他就发给这个女的现任男朋友，说你可以让你的女朋友不要一直跟我来睡觉吗？他是不是没有被满足 ？Oh my god！ 所以这个男生是知道他有男朋友的，知道。2-3周后我看到，他们在一起了。我就来变男女朋友。对，在自己国家的男朋友就被踢了，然后他就跟他的炮友在一起。我觉得 LDR 其实是一个放大镜，可能他们的 relationship 已经不 stable， 那他才会在 LDR 的时候做这种事情。如果你 relationship stable， 其实 LDR 不是那个问题，是有时是 communication， 有时是 loyalty， 有时是有别的问题。我一认识我的前男友的时候，就才几个月就开始 LDR， 因为他需要去外国读书，他需要去巴黎读书，我们就好像6个月 LDR，after 我就6个月回来新加坡这里读书。其实我算了算还 OK， 我觉得我可以 accept。可是突然间 overtime 就换了，他就可能我需要去另外一个地方。突然间就是说我觉得我不要来新加坡了，我要去阿布达比。他说的截止日，其实他都 mean it。然后就突然间有一个 misalignment， 我好像一直在被浪波那个 wave， 我在他们在发现的。然后我的 last straw 其实是本来是要来新加坡的，然后他说其实我 change 我的 mind，我要去美国2个月，所以他就说我今天就要去美国了，搭飞机。可是因为 COVID， 那当天他们 send 一个 email 给他说你不可以来了，你需要在 online 读书啦，所以做 online lesson。然后我觉得这样太好了，这样你可以其实飞来新加坡 online lessons。他就突然间说，其实我觉得我留在菲律宾比较好，我跟我的 family 在一起。我就这样为什么你要去美国啊？你就已经带好，就是所以我就说所以是美国，然后 family， 然后我在这边，所以我觉得哎呀，真的是我觉得好像 not important，I felt disrespect。不要就是为了 the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嘛，就是为了要过 LDR， 不是 LDR forever。对。可是他刚提要 LDR 2年的时候，你是可以接受的。他是一个 planner， 所以他真的是我们在 LDR 的时候，他会有 Excel sheet， 他会 search 那个 flight details， 他就会放进去，这样1个月见一次。然后我觉得OK， 有一个 process， 他就 OK， 每天我们就 FaceTime 这个时间，他还会 plan 好像 activities 那种，好像 boot camp 我跟你讲那个，他会讲 tonight 是好像 cook your own dish night， 所以我们要 cook， 然后 meet at FaceTime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像他真的很厉害 LDR， 我就是 LDR expert， 我其实觉得。哇，这样我很幸运耶。对啊，你是怎样撑过那个3年？I think LDR 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对不对？就是我们2年没有见面，对吗？但我 meet 他的时候，尴尬，哇，不止尴尬嘞，我就这个是谁？哇，我陌生的感觉。对，因为我会觉得也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嘛。他出国之前他还不会驾车的，所以我一到了后哇，他戴墨镜连拿我的行李箱去到他的车，搬进他的车，连来这个 man 是谁？连他驾车，他在那边驾车，连我就看了，我就 ，Oh my God， 到底是谁？我看窗外面对我开始流泪，因为我很怕，我就怕我们开始分。在一起2天后，人就会慢慢发现还是一样的人。你看电视但是你觉得人家做戏，然后人家 LDR 他们见面会好像 slow motion music， 然后然后你就会在机场抱着，然后你觉得好像你有那种 expectation， 火花好像 it's gonna be a peak 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因为就 hello 拿行李你就觉得好像我的火花在哪里，好像我 expect 的东西都不 ，but 我觉得我的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很久了。我们在一起很像至少有5年，他才去所以对有基础，对，所以那个基础已经在了then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去那边他忙，因为我在新加坡我也很忙我们2个就 form our own friendships and memories， 那你不会担心就是会这样子，然后慢慢越来越
所以哈，很重要的是哦你需要有 bring each other， 没有4赶时间的啦，就需要介绍你的朋友给对方。对，让他参与到打电你的话的时候，对，说很像他那边的朋友是我没有见过的，像我们2个出去然后我就会 randomly 打给他啦。但就因为这样他认识我的朋友，但也因为这样我认识他的朋友。所以我飞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他朋友我觉得我认识他们很久了，因为我也是有男性的朋友嘛。Then 他会担心吗？不会嘞，I think 首先他懂这些不是我的 type。罗莉，你懂的 ，OK？ 你不是我的 type， 我也不是你的 type，so 不要紧。那你会担心他们去 traveling 这样子？不会，我不会担心说很像他会很像认识其他的女生还是什么，因为我都认识了嘛，而且我也因为有那个基础了，所以我也相信他。你懂他是什么样的人？对，而且我们没有 plan， 讲说 OK 每天要讲几通电话，因为你有这些 rules 的话 ，right， 一定会有变化的嘛。就生活上的变化。因为如果很像我需要 OTA 怎么办？我就是不可以打电话。所以就不要 set 这种 expectations。所以你不需要他就是一直 share 那个 location 给你，然后一直跟你讲他在哪里。不用。LDR 需要很多 trust， 信任。假如你之前 LDR 的时候会需要一直报备吗？会，那时候比较小，所以我不太懂。比如说 ，OK， 那些今天我本来要跟我男性朋友吃饭，然后突然间这个男性朋友带2个女生朋友，然后就没有跟我女朋友讲，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然后他其中一个就会发一个 story， 然后 OK， 明白。OK 死了，就他看到那个 story， Screenshot， 这是谁？你为什么没有跟我讲？不，其实他以为你在躲。我当时会觉得很烦吧，我现在真的能理解。当时你们算是因为这一点就会分手了？就是沟通上面。其中一点可能根本原因是比较深一点，对，可能信任或者那个沟通方式有不一样，还有我觉得期待也是很不一样。因为我们可能跟秀一样，就开始 LDR 的时候觉得 OK， 我们不用讲得这么清楚。但是我们发现看着办，但是好像我的看着办跟他的看着办有不一样，对，有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蛮难克服的。我觉得是因为男生跟女生本来在感情里面的 expectation 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尤其是在 LDR 的时候就更容易体现出来。突然间发现我其实有多一个 LDR 忘记掉，因为我的前男友是像你的前女友这样子。就好像他 send 一个简讯给我，如果我没有回答，我就惨了。可是我的风格是我很少看电话我是喜欢好像面对面。如果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我觉得很 rude。如果我一直看电话，特别是开心，一直然后讲话都不可能一直这样子嘛。可是他会觉得你在躲什么？你为什么不要跟我说？所以你们在 LDR 的时候是怎么 manage 你们自己的那个 expectation？ 不要 expect 了，对，说实话，真的就没有 expectation，就不是说没有，是 zero。我要过好我的生活，他要过好他的生活，我们尽量的信任彼此。但是对于什么沟通那个次数啊什么什么，就尽量当做没有，然后有的话你就特别开心。这个是一个 like bonus。因为我觉得LDR 的时候是个很好的机会给你去 build 自己。我觉得那个可以帮助到你们的感情如果你们是自己走各的 but 一样的 speed， 那你就不会讲，anyway 你 come back together 就会更好玩我觉得。OK， 我能问你们吗 ？OK， 如果你们住 Jurong，然后你的白马王子，理想型，他住 Tampines，他没有车，然后你们每次见面都要1个小时 ，at least 1个小时的 public transport，OK 吗？可以，是可以 LDR 还是一个 LDR，but 不是 LDR， 算不算 LDR？ 我觉得算，我觉得算。你们都经过美国了，你跟我讲这个叫 LDR？ 没有，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不能接受 more than 10公里，他就会swipe他的那个交友软件，就会把那个距离拉长，就是新加坡还不够，他要把那个距离拉到10公里以内。他是在买屋子吗？他们要 radius。
因为他就觉得，哎呀，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什么已经很累了，他不想要找一个离很远很远的。如果 Kendall Jenner 住在那边怎么办？我去，他不要去，我去。那最后你们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现在还在 LDR 或者是可能要开始 LDR 的人？不要开始，你是唯一一个你是成功的 survivor，要 flexible enough， 就看你们的生活有什么变化，连你们沟通的方式还是什么，就跟着一起变。讲真的，可以不要就不要啦。如果真的需要就去哦。我会建议不要因为是 LDR， 连你不要你就分手，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喜欢那个人的话，right， 你永远不会在一起哦，比 LDR 还更惨。其实我觉得要 learn from 我的 LDR final boss， 我觉得他做的他做的很好。他真的是 plan 得很好，他就不管怎样，就是好像 OK 每个月我们要见一次，那要怎样见，然后他就会 plan， 然后好像如果每天要 FaceTime， 不会好像就为了有事情然后就 give up 的 FaceTime， 你会觉得哦，在 at least 你会 connect， 那天就会 connect。最重要的是要有节制，对你需要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节制，对，不然真的会很累。觉得其实爱是要付出、要有努力的。希望如果还在 LDR 的人，可以勇敢的去坚持下去，然后好好的去付出，去为了你们的爱去努力。加油！谢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